iPad 这个在用户心中一直口碑有些两极的产品，现在问一下大家啊，你有或者有过 Pad 类的产品吗？今年新的 iPad Air， 还有就是 iPad 8，加上上半年发布的2020款的 iPad Pro， 今年除了 mini 之外，苹果3条产品线全部更新完毕。4种定位不同的 Pad 也就造成了体验、场景、需求等等不同。本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使用了这么久以来，我们对他们的实际体验、全系产品的优与劣，以及通过苹果的更新规律，尝试预测一下后续的产品有什么新的升级变动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台 iPad 产品，哪台的性价比最高，我该买哪台？相信看完本期视频，你会找到想要的答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囧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咱们好好聊聊全系 iPad 产品。这一整块 iPad 蛋糕，我们直接按照产品价格的顺序，从最便宜的开始。第一个 iPad 8，和上一代一样，大宽边，外观普通，但是价格也最便宜。相比于上代，内部 A10 芯片升级为 A12， 其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，所以上代的缺点也很好的延续下来了。不支持 P3 广色域，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下，它无法正确识别图片内容，颜色略淡，不适合相对专业的图片工作者。它也不支持原彩显示，重阅读的用户要注意，它也没有抗反射涂层，明亮的场景下反光更为明显。最大的槽点是依旧采用了非全贴合屏幕，屏幕内容看起来仿佛凹陷下去一般。当用一代笔在这块非全贴合屏幕上书写时，笔尖与文字会有距离感，笔尖稍微用力还会出现很明显的咚咚声。支持2代笔的设备就要小很多，不适合专业的绘画绘图工作者，但是配合 iPad OS 14，大学里或者说出差简单做个笔记，那还是非常 OK 的。1代笔光滑塑料表面握起来没有2代笔的哑光磨砂手感好，充电方式也略显高调一些啊。10.2 这个尺寸可以很好的兼顾影音需求，不过底部双扬声器只能朝一边出声，外放听感一般。但好在有 3.5 毫米的耳机孔，说了半天，那它的优点在哪儿呢？综合性价比高。iPad 8可以为你带来 iPad 产品几乎所有的基础体验。A12 芯片实际体验之中，无论是分屏运行、多个应用之间来回切换，还是目前的主流大型游戏都没有问题。顺带跑个分，安兔的46万 Geekbench 5单核性能比安卓阵营目前最顶级的骁龙865 Plus 还要高，多核跑分也和骁龙855相当。一句话总结，性能依然是目前第一梯队，流畅使用个2-3年问题不大。整个产品的设计生命周期还是比较长的。iPad 8基本能够照顾到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价格实惠啊，不到3000元的价格买一台大屏幕的 A12还是很香的，适合不太在意外观的实用党，不是那么专业的人群、学生群体，以及之前你没有过 iPad 产品想入手试试的用户，用价格的便宜让你用上目前 iPad 端最为完善的系统。不建议购买32G 的版本，不然 A12还没有淘汰，你就有换掉它的冲动了。iPad 8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礼物选择。今年的新款基础使用 OK， 10.2 寸也不小，还有苹果的品牌属性，主要是价格不贵。如果要是送给女朋友或者说朋友啊、父母啊，其实都 OK。第二款 iPad mini 5，如果说普通款 iPad 用来面向大众市场，那 mini 面向的就是更在意手感和便携的人群。三维和便携从来就不能单纯的划等号，即便是折叠屏设备也会面临重量带来的坠手感。mini 有着 iPad 全系最轻的300克重量，最小的3维尺寸，小挎包、大口袋都能装得下，方便携带。它也能够长时间的握持，即便是横向双手握持，用全键盘打字，大拇指也能摸到中间的 G 和 H。手指间的跨度带来的好处不仅体现在日常刷新闻、刷微博之中，游戏方面，比如音游，不需要放在桌面上，也能够轻松的握在手里，敲击每个符号。和平精英手指可以轻松够到右上角的地图。你可能会说，只能一边底部出声的扬声器，凭什么叫游戏利器？它不是还有3.5毫米的耳机孔吗？而且现在谁还没个蓝牙耳机啊？它握着确实很爽啊，但是看起来就不一定爽了。和其他大尺寸的 iPad 相比，即便比 iPad 8多了全贴合屏幕，多了原彩显示，多了抗反射涂层，但是人的视觉首先感知到的还是最简单分辨的大小。视频方面它不占优势，由于它的屏幕比例是4:3，实际视频的显示内容和手机相差无几。不过黑边能放弹幕啊，这一点要比手机强。来，把屏幕打在弹幕上，填充一下我 iPad mini 的屏幕。想要获得握持上的舒适和视觉上的满足，全面屏 mini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我猜明年也该更新了。mini 5支持1代的 Pencil， 但是屏幕太小了，又如何写得尽兴呢？
从技术规格上来看，它比 iPad 8支持的更多啊。同样的 A12仿生芯片，性能也不用担心，但是在视频和轻度生产力方面，受限于尺寸面积，体验还是不如10.2寸的 iPad 8。它就是一款握持十分出色的便携娱乐设备，买它你就别想什么生产力了，安安心心打游戏。第三个应该算是本期的重点了 ，iPad Air 4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台产品。今年的 Air 外观可以用一句话形容：11寸 Pro 的兄弟，而且还青春多彩。以往我们说升级的产品往往要聊它改进了哪些地方，但是这次的 Air 4，我们可以换个思路，聊聊它比 Pro 少了哪些地方。首先是外观上的些许差异 ，Air 4正面边框手动测量约为1厘米，比 Pro 宽了大概1/5，整机比 Pro 厚了0.2毫米，不放在一起你几乎感受不出来。背部没有 Pro 的珠塑天线条，视觉上一体感要更强。同时，它还是 iPad 家族之中颜色最多的一款，灰银、蓝绿、玫瑰金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可以走波弹幕。这两个小点的变化其实对实际体验影响不大，不过由于和 Pro 外观设计几乎相同，也同样支持磁吸式充电方式的2代 Apple Pencil 以及双击2下笔杆切换工具等功能。长宽和11寸的 Pro 是一致的，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用相同尺寸的各种键盘，比如说键盘的完全体 Smart Keyboard， 单击选择、长按触发操作、双指滑动、3指上滑回到桌面、3指上滑停顿触发多任务，操作几乎能媲美 MacBook 上的触控板，也就导致了我虽然说使用上这块键盘之后，它有多种的操作方式，但是我几乎不会再用手触摸屏幕了，手指小范围的滑动就能解决的问题，干嘛还要抬起手腕呢？对，我就是这么懒。它的价格是4799起步，那就必须要说生产力了。一句话总结，对于大众用户来说，和 Pro 几乎平起平坐。我们还是先说不同点啊，比如说这次它集中到了侧边电源键上的指纹 ID， 同样揭开妙控键盘亮屏 ，Pro 面部解锁，按下空格键进入桌面，可以一气呵成。Pro 需要手移过去触摸电源键，效率和视觉上来讲 ，Pro 要更加 Pro。另外，由于采用了全屏的设计，拿起 Air 的时候也会像 Pro 一样，不会刻意区分方向，这是一个优点啊。但是对于 Air 来说呢，也就造成了电源指纹键可能会出现在任意方向，需要录入多个手指，比如说在底部的时候用大拇指就比较好，其余方向用食指就可以了。直接按下电源键亮屏，指纹识别就能快速正确的识别出来。如果你不松开，稍微按的久一点，就能直接进入桌面。扬声器方面也有一些阉割，同样是4瓦。作为目前唯一搭载5纳米 A14 芯片的 iPad，Geekbench 5多核跑分比同样搭载 A14 的 iPhone 还要高，单核相差无几。而 iPhone 12又是目前手机之中单核多核第一的存在。我们在使用 iPad Air 4打游戏的时候，也没有出现 iPhone 12上游戏降亮度的问题。4个字形容：又强又稳。但和 Pro 的 A12Z 相比，还有一定差距。不过两者在我们的日常应用的体验之中，性能几乎感觉不出来什么差别，除了一些非常极端的使用场景，比如大型 3D 建模 ，A12Z 的8核图形处理器更具优势。在生产力和绝大多数场景的体验上 ，Air 和 Pro 两者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。影音娱乐这些对于 Air 4都是洒洒水的小 case。如果你是美术专业、摄影或者后期等专业的图片工作者 ，Air 4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256G 的 Air 4和128G 的11寸 Pro 也只差了300，而且综合性能和产品的各项配置 ，Air 4也是这4台产品中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，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会比较长。第4个 ，iPad Pro。毫无疑问，它就是 iPad 家族中最顶尖的存在。这个专业还是唯一的专业，因为已经没有其他家的产品可以与之对标了。比如最好的屏幕显示效果，高出其他 iPad 1/5的600尼特亮度，120赫兹配合 iPadOS 优良的动画体验，让你尽享丝滑。2代 Apple Pencil 在这上面书写也不会存在像 Air 4那样线条追着笔跑的情况。大的12.9英寸配合真4扬声器，可以获得绝佳的观影效果。不过由于641克的重量，大部分时间我都把它放在桌子上使用。11寸的 Pro 相对便携和使用的场景也要更多一些。H2Z 处理器无需多言了，地表最强移动处理器，配合激光雷达扫描仪，可以实现测距、3D 物体识别等等功能。自带的测距仪 App 能够很快的进行空间识别，吸附物体边缘交界处，而没有 LiDAR 的2.18款 Pro 识别很慢，而且也不够准。现实测量长度30厘米，用新的 Pro 测量结果也是30厘米，非常精准。在支持 LiDAR 的应用之中，能够识别空间内的3D 结构，扫描
到各个家具的摆放位置，并正确显示出来，对于 3D 建模来说非常方便。它还能够 AR 查看人体构造，对于医学专业的同学也有一定帮助。虽然 Ladder 目前整体还在铺垫阶段，普通消费者用到的机会也很少啊，但是这些专业功能的增加，无疑带来了更多可能性。而且苹果一直在这个方面有布局，比如说这次的 iPhone 12 Pro 上也加入了 Ladder。不管你喜不喜欢它，或者说现阶段觉得它有没有用，在这个细分的专业化领域里边，它是唯一的存在。但是由于它太强大了啊，太细分专业化了，比如专业绘画、专业3D 工作者，所以它也是距离普通大众最远的一台 iPad。我每一台 iPad Pro 都有，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我并不会用到。另外最专业的，也就是最贵的，都配齐都近万了，接近甚至超过一台 MacBook Air 的价格了。另外这4款 iPad 呢，我们几乎都没有说到拍照，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补充。这个相对于手机的强大，它的拍照更像是应急使用，或者说是功能实现。有一些小伙伴会问啊，大学期间 iPad Pro 能否作为第一台电脑呢？即便它再强大，我们的建议是不能。在目前阶段，你的下一台电脑还得是电脑。除了 iPad Pro 的一些细分专业功能、生产力和影音娱乐方面 ，iPad 能干的，电脑也能干；电脑能干的 ，iPad 就不一定能干得了了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是上大学4年，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、特殊的软件 ，PC 这个品类还是非常成熟的了，它是最稳妥了。有了它，你再将 iPad 作为第2补充是最好的。还有就是平板电脑选安卓还是选苹果，这个应该是生态方面的选择。你是哪家的手机，就选择哪家的平板，因为同品牌的产品往往会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。其实目前除了苹果，你也就只有华为可选了。苹果一会儿在手机上复制 ，iPad 上粘贴，手机上没看完的网页 ，Pad 上面可以继续看。华为这边的平行世界和多屏协同也都非常好用，我们之前也出过专题视频，你可以进行翻看。另外还有一点啊，由于苹果和安卓的大部分游戏数据是不互通的，包括等级、购买过的皮肤等等等等，你在一个平台上练了很久的号，切换到另外一个系统的平板上，就要从零开始了，需要注意。OK， 4台 iPad 组成的蛋糕，普通款 iPad 入门大众，适合学生群体。Mini 呢主打小巧便携，Air 配色新颖，生产力持平 Pro 这边能够做到的更多，也更细分专业化。它们之间的具体参数差异和价格呢，我们全部列在这里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。小杯、中杯、大杯、超大杯，分别对应1、2、3、4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平板不是一个像手机和电脑一样的绝对单品，它是2个产品之间的补充啊。苹果在 Pad 这一细分领域是开创者，更是引领者，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赢家。4款产品定位清晰，功能细分，而且它们相互补充，拼成了整个版图。不过依然有很多小伙伴都说着什么平板无用论啊，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好像也讨论过。是了，很多产品在很多时候啊都是无用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它又是必须的，只不过是你的需求和产品的特性并没有对位，但是你又买了它啊，在那吃灰，所以就出了这个论调。下面是重点了啊，我的中肯建议是不要创造需求。就是你在买 Pad 这类产品的时候，不要看到宣传片中什么演示功能就想，哎，我也可以这样啊，好像很炫酷是吧？反而是要倒过来，因需购入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你没有记笔记的习惯，但是看了 iPad 8，觉得记笔记好像很方便是吧？啊，顺便还能看个视频、打个游戏，买一个吧。放心，要么沦为游戏机，要么在那吃灰爱奇艺。而你之前如果有记笔记的习惯，这个产品可以帮你体验升级，效率加倍，才是购入良机。记住，不要创造需求，要因需购入。OK，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。博物馆真甜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